随着身边越来越多人确诊，那一方面继续落实防疫措施呢，那一方面祈祷我们自己还是那个天选之人。那虽然大部分现在新冠肺炎的感染都是轻症，但是如果不幸发现了有了一些后遗症，有什么营养素跟饮食对策能够有帮助呢？欢迎来到玉群营养师，给生活加点营养。自从2019年新冠肺炎开始席卷各国，那直到今天呢，我们开始必须学着跟疫情跟病毒共存。那这也意味着呢，我们自己或是身边的人，可能经历反复感染新冠肺炎，或是必须适应长新冠所带来的症状。今天这集影片就来跟你分享长新冠的营养跟饮食对策。感染新冠肺炎之后大多数人会在几个礼拜痊愈，但有些人的症状持续比较久，长达几个月之久，或者是痊愈之后才出现后遗症。那这样的情况呢，我们称为长新冠。世界卫生组织呢，将长新冠定义为在感染之后呢3个月内发生，而且症状至少持续2个月之久。科学期刊有一篇文章指出，长新冠可能有以下3个原因。长期新冠肺炎患者的血液中呢，可能有小血栓流动。那有一些患者呢，也发现有过度凝血的现象。那这些小血栓呢，在血液中流动的时候，会影响到我们的自主神经系统功能，还有认知功能等等。那第2个原因呢，就是长新冠症状的人呢，体内可能还有残存的新冠肺炎病毒。那这也会造成第3个原因，就是造成体内的免疫系统过度的活化，还有持续的一个发炎反应。长新冠最常见的症状是疲倦，那其他生理症状呢，还包含呼吸困难、认知功能障碍、睡眠问题、肌肉关节疼痛、味觉、嗅觉改变等等。那也可能会影响到心理健康或是有情绪问题。那长新冠的症状呢，可能会持续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。大部分的新冠肺炎患者都会完全痊愈，但是有10到20% 的患者会有长新冠的症状。那一般来说呢，这些族群可能会比较容易有长新冠的发生，例如像是年长者、慢性病者、器官移植、肥胖者或是女性等等。那据研究指出呢，罹患新冠肺炎的严重程度可能与长新冠的发生没有关系。长新冠的痊愈呢，每个人需要的时间都不一样，有的人可能几天就好转，那有的人可能需要几个月才完全痊愈。那至于长新冠具不具有传染力呢？长新冠呢是新冠肺炎感染后留下的后遗症，并不具有传染力。那对于疫苗能不能够预防长新冠的发生呢？有研究指出，接种过新冠肺炎疫苗的人，发生长新冠的风险可能比较低。目前虽然没有太多针对长新冠营养介入的研究结果，但是可以确定的是，我们的营养状况是不是良好，对我们的免疫功能呢扮演重要的角色。在对于预防长新冠的发生可能有帮助的营养素包括以下3个：维生素、矿物质或是脂质。那维生素的部分呢，包含维生素 B 群、维生素 C、维生素 D 跟维生素 E。那食物来源呢，我们可以从糙米、燕麦、深绿色蔬菜、菇蕈类，还有瘦肉、鱼肉、坚果类、彩椒跟奇异果等等去获得。那另外一个营养素的部分是矿物质，包含铁、锌、镁跟硒。那食物来源的部分呢，我们可以从牛肉、猪肉、牡蛎跟坚果类，还有深绿色蔬菜来获得。那在脂质的部分呢，我们需要多元不饱和脂肪酸 Omega-3，那我们可以从深海鱼类、亚麻仁油跟核桃来获得。那以上这些足够的必需营养素呢，除了维持我们身体正常的运作代谢，减少我们疲倦的问题，那对于神经系统抗发炎、抗氧化也有重要的作用，所以对我们认知功能有正面的影响。那除此之外，对于长新冠所带来失眠、睡眠障碍的问题，可能也有助于改善。那另外，从不同颜色的蔬果所获得的植化素，包含像类黄酮、多酚类跟胡皮素。那刚刚提到的这些植化素呢，我们可以从像洋葱、苹果、葡萄、蓝莓来获得。那这些植化素呢，有强大的抗氧化力，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清除自由基，能够抑制发炎反应，因此可能可以帮助我们减少认知功能下降，还有减少脑雾的症状。那也可能对长新冠的心理健康问题会有帮助。那么针对长新冠的饮食建议呢，首先是热量跟水分摄取。由于感染新冠肺炎之后呢，可能会造成味觉、嗅觉改变，还有食欲下降，还有吞咽困难跟饱足感。那这些情形呢，会造成体重减，甚至会造成营养不良或是肌少症。那这时候呢，我们可以采取少量多餐，或者是服用口服的营养补充品来帮助增加热量的摄取。那另外一方面呢，如果是体重过重或是肥胖的患者呢，我们可以采取以植物为主的饮食模式，例如像是全谷杂粮类、蔬菜
菜或是豆类等等。那这样的饮食模式呢，有助于减重减脂。那对于长新冠引起的肌肉或是关节疼痛也会有帮助。那此外呢，充足的水分摄取呢，可以帮助长新冠患者完全的恢复。那建议呢，每天的水分需要达到每公斤体重30cc。那第二个饮食建议呢，是高纤维低 GI 饮食。高升糖食物呢，与氧化发炎反应有关。增加食物中的纤维质呢，除了可以减少发炎反应之外，也可以维持我们肠道正常的菌相，可能也有助于改善长新冠所带来的睡眠问题。那第三个，地中海饮食，富含不饱和脂肪酸跟植化素的地中海饮食呢，有抗发炎跟免疫调节的作用。那也有研究发现，感染新冠肺炎的患者如果采取地中海饮食的话，死亡率会比较低，而且比较容易康复。因此建议可以吃植物性的食物，例如像是全谷类、蔬菜、水果、豆类等等，还有优质蛋白质，例如像是鱼、瘦肉、鸡蛋、低脂 cheese 等等，以及呢使用橄榄油作为主要的油脂摄取来源。那以上呢就是今天分享的长新冠营养跟饮食对策。那随着防疫政策越来越宽松，我们也逐步要适应与病毒共存的日子。那给身体营养的食物，养好免疫力，才能帮助自己轻松面对这场还没有打完的战争。希望今天的影片有帮到你，别忘了按下订阅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